是。蓝湛侧身看了略显呆滞的魏婴，以及沉稳的前辈，应道：父亲。魏婴下意识囔囔道，遂又困惑地望着那人，轻声问道：阿爹？声音中的小心翼翼，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小喜悦。魏长则甩了一下下摆，直接坐了下来，宽厚的手掌轻轻揉了揉魏婴的脑袋。阿婴，是我。记忆中父亲模糊的画面渐渐清晰了起来，记忆中高大的身影渐渐与面前的人重合在了一起。魏婴的眼眶迅速泛起了红。魏婴感觉鼻子酸酸的，暗道自己不争气，努力扬起笑容，想告诉父亲自己过得很好，或者笑着和父亲说声阿婴一直在等你们，可话还没说出口，泪珠啪啪直往下掉。魏长则想像藏色一般逗弄阿婴，可终究不是藏色。魏长则只能手足无措地拍了拍魏婴的后背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反而使得魏婴如同3岁孩童般哇哇大哭。魏婴仿佛被打开了水闸，眼泪不停流淌，时不时传来几声抽泣。等情绪发泄过后，魏婴的眼睛已经哭得像兔子般红红的。魏婴伸手揉了揉红红的眼睛，重重地吸了口气，带着鼻音说道：阿爹，你和阿娘这些年去哪了？他们都说你们叶烈死了。阿爹，你为什么都不来找我？魏长则看着窗外偶尔飘落的绿叶，长长的叹了口气，也不知这么做是对还是错。魏长则左手搭在魏婴的肩膀上，伸手给魏婴擦去脸上还挂着的几滴泪珠。魏长则遂说道：阿婴，我和你阿娘确实死了。魏婴一脸震惊地看着魏长则，嘴巴下意识地瘪了起来，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。阿爹明明活生生地站在眼前，他却说自己早去世了，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太顽劣，所以不想要自己了？魏婴伸手拉住魏长则的衣袖，生怕魏长则转身走人。魏长则看着紧紧攥着自己衣袖的魏婴，生怕自己不要他，无奈只能按下心里的酸涩，眨了眨略微湿润的眼睛。阿婴，我非现世之人，我和你娘不是叶烈身死，而是被人设计而死。魏长则重重舒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阿婴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魏婴默默摇了摇头，本想说不委屈，可看着魏长则关切的目光，又想到这些年于夫人老是谩骂阿爹阿娘，还不许自己反驳，带着鼻音重重地了一声。魏婴想到自己的阿爹并非现世之人，神情犹豫不决，不知该怎么问。阿爹若是今天就走，自己又该怎么办？魏婴心里暗自唾弃自己太过贪婪，能给自己见阿爹一面已经是上天开恩了。要不去求个神，不行，阿娘和小时候的自己肯定还等着阿爹，自己不能太自私。魏长则看着魏婴皱着眉头神游天外，揉了揉魏婴的脑袋，让他回过神，不去想乱七八糟的东西。阿婴，我会等你找到道理再走，不然我也不放心。道理？魏婴仿佛没反应过来，如鹦鹉学舌般木讷地说了这2个字。魏婴下意识问道：那阿娘他们怎么办？阿婴，你不相信你阿娘的本领吗？魏长则知道现在的魏婴于情感上如同刚爬出洞穴的小动物，若是惊着，怕是又会缩回洞里，封闭自己。阿婴一向喜笑，可也不可能时时挂着笑。笑对于阿婴可能已经成为了一道掩饰自己真正情感的面具。魏长则努力地安抚着自己的孩子。魏婴眨了眨湿漉漉的眼睛，好像也是哦。魏长则想了想，又补充道：我来时是几时，去时还是那个时候。阿婴，不用担心，你阿娘还有小时候的你。魏婴闻言，本打定主意道理什么要早点找的想法瞬间被丢得远远的。既然阿爹是要等自己有道理再走，那就不要道理了，让阿爹多陪陪我。阿爹，你和阿娘如何？魏婴想起魏长则刚刚说的被设局致死，心里隐隐浮上一抹不安，但又想到生前哪知身后事，反正就觉得怪怪的。阿爹的出现到现在是不是太顺利了？而且竟能知道身后事，顺利到仿佛有什么操纵这一切。魏婴并不是怀疑自己的父亲，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错不了，而且蓝老头都说是自己的父亲了，那肯定不会错。阿婴，大胆把你的想法说出来。魏长则笑着说道，似乎知道魏婴必有疑惑，我不会瞒你的。阿爹若不是现世之人，如何来的这？又怎么知道自己如何死亡？最后2个字被魏婴含糊着带过，他不想说这种事，
可又不得不问。魏长则微微扬起嘴角，不错，即使是这种情况也没有丧失判断力。魏长则并没有直接回应魏婴的疑惑，反而问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。魏婴虽然聪慧，可对于太高深的问题也从来没去思考过，一时也说不出所以然。阿英可曾听过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？魏婴如小鸡啄米般点了点头，乖乖地听着魏长则讲话。我们经常用此来说还有比自己能力更高深的人，要谦逊。但是这句话恰恰就是字面意思。魏长则在二人的身边布下一个结界，防止讲话的内容传出去。道法3000，世界亦如此。每个世界都有不同的规则和修炼方式。接下来我要说的话，阿英你要记牢。